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叫做“莫将佛法当人情，莫做最后断种人”。莫将佛法当人情的意思是说，佛法是关于真理跟智慧的教导啊，而不是日常的人情世故啊。千万不要把佛法当作一种讨好他人或谋求个人好处或维护人际关系的工具啊！学佛者应该把佛法的实践当作一种提升自己的心灵跟智慧的途径，而不是用来讨好别人或营造个人形象。没有这样子的心态，就叫做不将佛法当人情了。那莫做最后断种人的意思是说，佛法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千万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中断了啊！如果不继续传承佛法，就可能导致佛法在某个世代中断，那我们就变成什么？最后断种人了。这两句话是在提醒我们要精进修炼、虔诚修行，避免将佛法当作人情往来的手段，同时还要将佛法传承下去，以防止佛法因人人疏于修炼跟传承而断绝啊。所以出家众有出家众的使命，在家众有在家众的使命。在家弟子的责任是护持三宝，巩固三宝；出家法师是住持三宝，弘扬佛法。在家或出家都要各司其职，各尽本分，这样才有办法弘扬宗门，传承法脉啊。佛法的流传有3个阶段：正法时期、相法时期跟末法时期啊。正法时期的修行者是按照佛陀的教导而点滴不漏的依教奉行的，所以证悟的人很多啊。那相法时期僧人很多啊，但大多偏重在外在形式的修行啊，很会建寺庙、造佛像而膜拜佛像啊。然而证悟者就不多啦。那现在是第3阶段的什么？末法时期啊，正信佛法逐渐衰微啊，修行者少，信仰者多，信佛的多，拜佛的多，那学佛的少。虽有信仰，但却浅信，而且呢功利性强啊，真正依教奉行的修行者就不多了。因此所造成的现象就是目前社会的所呈现出来的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妖言惑众，哗众取宠，跟夜叉邪魔的邪知邪见不断的在荼毒人心啊，造成滔滔浊流，人心纷乱，乱象丛生啊。这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叫做末法时期，也叫做坏劫时期啊。在这样癫狂慌乱的末法时期，我们必须适时的宣说正法，提起正念，去拨乱反正，扮演浊世清流的角色，这样正信佛法才能够继续弘扬下去，也才不会断绝啦。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道啊，现在这个动荡时代啊，慈济人更需要旧法新知，跟新法必知啊。做一个说法者跟传法者，大地有成住坏空，但更可怕的是心地的生住意灭。佛法不离世间法，两者需要双轨并行啊！这是一句警示的开示啊，强调如果不闻法、说法、传法，佛法就很可能继续的衰微下去了，而我们就变成最后断种人了。现在我们来解释什么是把佛法当人情呢？把佛法当人情有下面几个例子啊，例如在一些场合里面呢，信徒可能为了面子或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同而捐赠大量的财物，或者夸耀自己的善举，这样的心态违背了佛法所讲的随喜功德跟付出无所求的理念，而变成是一种攀比跟炫耀，
这样就是把佛法当人情啦。好，再来，有一些人呢，布施做善事啊，或供养法师，或供养佛像，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慈悲心哦，而是希望从中得到某种回报哦，比如希望升官发财啦，事业顺利啦，病痛痊愈啦，大小平安啦，甚至还有那种希望孩子考试第一名呢，等等啊，这种带有功利心的做法，其实就是违背了佛教中因果自受的理念呐。那这也是一种把佛法当人情哦。还有一些人以布施或参与公庙活动为借口，试图在寺庙里或者宗教团体中呢结识有社会地位的人，或寻求增加自己的人际关系，这就是把佛法当作人脉关系的工具，也是一种把佛法当人情啊。那有些人以劝人为善之名啊，要求人家捐款做功德啊。其实正信的学佛者啊，是付出无所求的啊，不会付出之后心中存有做功德的意图啊。没有功德的念头才有功德，有做功德的念头就没有功德。这个就是佛法所讲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看似空实则有，看似有实则空啊。带着做功德的心态去布施行善，即使有功德也是有漏的功德啦。虽然有在布施总比没有好啦，但还是不究竟啦，不圆满啦啊。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打着宗教旗帜啊做买卖啊，利用佛法跟信仰啊，将宗教的用品像符咒啦、念珠啦、天珠啦，不是吗？等等高价售卖啊，宣称这些物品会带来好运或平安，实际上是为了牟利啊。这个现象是目前社会上随处可见，这些行为都使得佛法被当作是一种人情，或是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理解佛法。把佛法当人情，还可以延伸出一个大道理哦，就是假如有人要障碍我们，不让我们顺利修行，而我们却也愿意对号入座去让别人障碍我们。佛法是要依法不依人的，我们如果不但依人，还依错人，因听从他而被他障碍，那这个就很麻烦了。这样也是叫做以佛法做人情啊。这样的人情一送，我们就立即堕入痛苦的深渊了，马上被他障碍了。这是把佛法做人情拿来做广义的解释，也是一个大灾教育哦。总而言之啦，学佛只要有功利心、攀比心或者是执着心就很容易把佛法当人情。莫将佛法当人情，这句话跟孔子讲的“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意思是说，不因这个人我跟他缘结的不好，而他所做的话我也排斥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人很会奉承我、恭维我或拍我马屁，我就对他呢另眼看待，把好机会都留给他，或推荐他，给他一个好的职位。这样就不是以正法为师啊，而是以佛法来做人情，落入私人的感情牵绊，这样就不好。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必定是口出佳言但是很会说话的人呢，不一定是有好的道德哦。所以观察一个人，必须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甚至巧言令色鲜于人不可相信外表跟片面之词，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最好是一切以法为师，以法为依归，依法不依人，不因人设事，而是把佛法当作最高指导原则即使在志工团体里面也是一样哦，不管是组长、主管，甚至是领众者也好，不能以自己的喜好跟感觉去做事情或做决定用人也不能有分别心跟徇私心
如果做到不私相授受，甚至很会集思广益、察纳雅言，这样才是不将佛法当人情啊。其实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一个人的德行，要带领要领众就比较有可能了，因为你是以德服人嘛。那有这样修持的人，自然也会近者悦，远者来啊。做什么事都一呼百应啊，菩萨自地涌出啊，各地菩萨云来集啊。这个在我们的修行团体里面也是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的哈。相反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佛法当人情而感情用事啊，这样即使单纯的事都会做得很复杂，简单的事也会做到很困难重重，甚至情况恶化时造成众叛亲离啊。这个也是在人群中啊屡见不鲜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道：莫将佛法当人情，莫笑5000退息人啊。意思是说，不要像当年佛陀讲法的时候啊，因为无法接受一圣真实法的教义而选择离开的那5000人。这句话主要是在提醒我们，修行不要因为遇到难解的教义或挑战就退却，而是要坚定信念，保持精进，不轻易放弃学习啊。莫笑5000退息人这句话的典故是出自《法华经》啊。佛陀在灵山讲《法华经》的时候呢，有5000人因为听不懂佛陀所讲一圣真实法的深奥的教义啊，或自认为已经很了解佛法了啦，不必再听什么法了啦，所以他选择离开啊。这5000人就代表了修行过程中容易升起的傲慢、自满跟逃避的心态啊。这个我们要很警惕的。那刚刚讲这5000人是形容词的，不是真的5000人啦。各位看看，我们去空拍的这灵鹫山的这个说法台啊，各位看看这个影片，算一算，最多也只能容纳70-80人而已啊。对，5000人要怎么放得进呢？对，好，那刚刚讲傲慢自满，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明显的傲慢哦，因为明显的傲慢自己也会很容易察觉的。然而跟他一阵谈话之后，傲慢的心就会不经意的流露出来。这种傲慢非常的微细，自己不容易察觉，叫做微尘般的傲慢呢。这种小小的傲慢也会成为学佛的障碍之一啊，也是学佛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啊。佛陀开讲《法华经》的时候，当场5000人离席，这就是傲慢的心态啊。那不止如此啊，把佛法当作人情工具，对人对事感情用事啊，有分别心，甚至戏论佛法，态度轻慢，拿佛法来开玩笑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做法。这些人因为傲慢跟执着而无法放下自我，无法敞开心胸去接受新的教法，当然也无法理解《法华经》里面佛陀所讲的会三归一跟开三显一的真理了。这个三就是指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圣啊。那三圣最后终归于一佛圣，一佛圣就是一圣真实法，简单讲就是菩萨道法门啦。佛陀开讲《法华经》之后呢，就不再讲大圣或小圣了哦，没有大没有小哦，而是讲一圣法就是要避免这个听法者呢有大小的分别相啊，因为法门无高下也无大小啊。然而万法皆归一圣，叫做殊途同归啊。走的路不一样，交通工具也不一样，但目的地都是一样。所以法虽然没有高下或大小之分，但有顺序哦，也就是要从一圣到二圣，再到三圣，最后归于一圣嘛。所以刚刚才讲会三归一，开三显一嘛，道理在这里啊。话虽然是这样子圆融的讲是没有错啦，然而过去的祖师们也告诉我们哦，磨砖焉能成镜啊，坐禅焉能成佛啊，这就是在点醒我们啦。点醒什么？佛陀用法42年，讲方便法，
然后用七年时间来说真实法，也就是到最后的7年呢，讲经说法49年，最后7年才开始讲《法华经》呢，鼓励佛弟子们呢去行菩萨道、入人群。证严上人认为其实太慢了，就好像慈济菩萨道法门已经走了快1甲子了，到2026年慈济就要步入第60年了。然而我们已经真实感受到很多事情需要赶快做，否则会来不及啊。为什么会来不及？因为很可能无常来临的速度快过我们造福的速度，这样就是福到用时方恨少，不是吗？可是当我们在讲来不及的时候呢，还是有些人说急不来。证严上人才回答说，急不来就慢慢来，看下辈子还有没有因缘啊。意思是说，佛在世时你沉沦，佛灭度后你出世，见面都不相逢，你看多无缘啊。能先知先觉是最好啦，做不到先知先觉，至少要能够后知后觉嘛。后知后觉虽然是慢了半拍啦，但至少好过不知不觉，对不对？所以几年前，即使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证严上人还是教诫志工们要闻法如常啊，精进如常啊，关怀如常啊。意思是说，要与时俱进，持续不断，不要停滞懈怠，否则会来不及。不是证严上人来不及，是我们来不及。同理呀，佛陀花了42年讲方便法，最后7年才讲走入人群行菩萨道的真实法，时间上感觉有点慢，也是来不及。然而要开讲也是要有因缘呐，没有因缘是开讲不了啊。还好，当年舍利佛代表大众请佛陀开讲《法华经》，连请3次，都遭佛陀拒绝哦。佛陀说了3次，止，停止的止啊，意思就是说不要，拒绝了3次。还好舍利佛并没有气馁哦，他还是锲而不舍哦。第4次再恭请，佛陀终于同意开讲了。佛陀虽然讲了3次不要，其实佛陀的本怀是想要开讲，是要，但必须有人当发起众来铺排啊，来创造因缘啊。所以证严上人也在说，我们都要感恩当年有舍利佛的锲而不舍，才有佛陀开讲《法华经》这个历史的一大事因缘呢。然而佛陀一开讲，5000人当场离席啊，这种状况佛陀真是情何以堪啊！就好像一个演讲者一上台开讲，现场听众走了一半，或一个活动虽然万人响应，但无人到场，这也是很头痛啊！那一种的心理感受真不是滋味啊，不是吗？不过一切都是好因缘哦。5000人离席后，让那些傲慢跟执着人先退席，以便让那些在场的修行者能够没有障碍的接受佛陀的教化，这也是好事一桩啊。因为5000人退席之后呢，现场的听众变得更加的虔诚专注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法为什么强调去我执灭我相，道理在此。那佛经的这段典故呢，也深深的提醒我们不要固步自封、自我框限，要有开放的心胸去接受更新更高的教义啊。虽然离席的这些人大多是真上慢之人然而留下来继续听法的人是否与佛相应呢？这也是个疑问哦。没有离开而留下来的人里面，有些人也可能是真上慢之人哦，他只是没有跟着那5000人当场离开而已啊。那以后会不会离开呢？那这个就不知道了。虽然没有跟着5000人一起离开，但因为还有疑惑跟不信或者半信半疑最后也是有可能陆续离开。修行团体也是一样啊，可能有些人不是真上慢，而是不对机或听不懂，最后慢慢就离开了嘛，不是吗？相反的，可能有些人越听越欢喜，而继续留下来甚至帮佛陀宣扬这个无上甚深的微妙之法。例如佛弟子们看到
舍利弗被佛陀授记，未来也会成佛，大家都开始升起信心了。哇，舍利弗可以，我们也可以哦。其中迦旃延、须菩提、大迦叶、目犍连这4位弟子与众分享佛在开讲《法华经》之前自己过去的心态，也是半信半疑啊。一直到佛陀说开讲《法华经》之后，才恍然大悟啊！其实自己过去明明都是在一圣里耶，但却不相信有大圣。这就好像身体，就好像身怀明珠，却还以为自己是贫穷子一样啊！你看多冤枉啊，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有些佛教徒虽然有在追随师父啦，也有在闻佛法、做佛事，也没有离开。不过有没有跟自己的师父以心印心而相应呢？有没有跟所诵读的经文相应呢？这也是个疑问哦。因为虽然有在学佛了，但有信而无根，信的不够深，造成信而未解，修而无证，或有信解而无行证的。这样就好像是浮萍一样啊，只能随波逐流，无法一门深入而落地生根啊。这也是学佛不能进步的原因之一啊。佛陀在开讲《法华经》之际呢，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众生聚集而成的观众出席的这场法会，包括刚刚前面讲的发起众的舍利弗，还有迦旃延、须菩提、大迦叶、目犍连这4位之外呢，还有阿难尊者、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药王菩萨，还有十方诸佛菩萨，其他比丘、比丘尼，还有其他天神等等。所以这场法会也有四种听法者，叫做四众：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结缘众啊。这个里面呢，舍利弗是发起众嘛，因为他请佛陀开讲的嘛。好，那排除那些退席的5000人啊，剩下在座发心的人就是当机众。那时候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跟地方诸佛化身的种种菩萨来帮忙度众，也就是听法过后呢，再去向别人宣扬跟度化啊，这个是影响众。那在座里面有些人虽然听不懂，但也没有离开哦。虽然闻而不悟啊，但现在不悟，将来也可能会开悟啊。这些人是结下了听法的缘啊，叫做结缘众啊。那这4种里面呢，证严上人告诉我们要学习2种，学习第一个发起众跟影响众，学这2个啊。那讲到发起众呢，有一个观点很重要，就是一个人回来精舍请法或请示啊，师父啊，活动要怎么做啊，这样的情形不能称为发起众，要一群人回来请示才算呢。这是为了避免一个人，尤其是这个人是领众者啊，万一偏听或解读错误啊，回去之后却跟大家讲这是师父说的哦，这样就变成误传圣旨啊，代志就大条咯。不但没有导正人心，还误导人心呢。有一句话说：大圣论心不论事，小圣论事不论心。这句话不是意味说啊，只修心就好啦，而不做事也不管事，或只在做佛事却不用修佛心，不是这样子哦。他是在强调修行不能执着事相而落入名相，否则烦恼将如影随形啊。就好像有一些人呢，很喜欢强调自己捐了多少钱，募了多少龙董，一笔一笔算，经过20-30年还在算，或强调自己演讲的几百场、几千场，或是办大活动啊，一直强调几万人参加，不是不能提的，这总是一个成果嘛，对不对？不是不能提啊，这也是一种成果，但不要去刻意强调，超过就不好，刚好就好啊。太过强调或一直在讲，
这样就是论事不论心。其实成果只是热闹而已啦，过程才是门道啊。而内行是看门道啊，外行是看热闹啊。那内行看门道就是什么？大圣论心不论事，论心就是门道，论事就是热闹。其实啊，心与事、心与行两个都必须齐头并进，不落两边，这样才能理事相应，理事相通。表面看似无明显的佛法，实则佛法跟生活是全然结合，这才是佛法生活化，也才是法的最高价值啊。其实啊，莫将佛法当人情，莫做最后断种人，这两句话是大有来头哎。智者大师啊，他跟他的启蒙师父慧思法师啊，师徒两人呢，在离别之际的叮咛语啊。故事的原委是这样啊：一生苦修的慧思禅师决定在晚年南下禅修了，要将末法时期的这个传法重任呢，托付给智者大师，让他自立门户，招收徒弟。那师徒在临别之际呢，智者大师问慧思禅师啊，自己未来的因缘何在啊？慧思禅师回答说，就在陈朝首都金陵。最后交代智者大师，叮咛他两句话：莫将佛法当人情，莫做最后断种人。智者大师从此成为法华行者，只要碰到人事的困难或问题的时候呢，始终深记着慧思禅师给他的这两句话，可见这两句话是多么的重要啊，才会让智者大师始终牢记着，并把它奉为圭臬。那我们现在在行菩萨道，也要把这两句话时常拿来自我警惕啊。莫做最后断种人的意思是说，不去退人道心啊，不要去断人慧根啊，也就是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不是不杀害生命而已，也不能去断人的慧根。杀生命都叫杀生了，断人慧命当然也叫做杀生。所以证严上人对斋戒的阐释也是这样啊，不是吃素不杀生就叫做斋戒啊，不去退人道心，不断人慧命也叫做斋戒啊，这个就是不做最后断种人，不要去断别人的佛种啊。如果把它广义解释，就是刚刚前面讲的，佛法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啊，不能在自己这一段中断啊。那以慈济的法门来讲，就是弘扬慈济宗门，传承净世法脉。好，如果做不到弘扬跟传承，那我们就很可能变成最后断种人了，那这个就严重了。不做最后断种人，就要把传承跟延续当做自己的责任跟使命啊。好，举例来讲啦，生活化的例子啊，许多传统工艺、地方戏曲、民族语言等等，都面临失传的危机，不是吗？那传统工艺的师傅为了不让技艺失传啊，也会不遗余力的去培养年轻的一代啊，传授技艺给他，培养学徒啊，让这些艺术文化可以延续下去啊。那生态保护也是一样啊，有一些志工是致力于保护濒临绝种的动物哦，像熊猫啊、雪豹啊，他们这些志工，他推动栖息地的保护跟人工繁殖的措施啊，来确保这些动物不会断种啊。那现在全球气候变迁的背景下呢，不做最后断种人也是一种保护生态的概念哦。不断种的意思可能是指啊，要延续家族的血脉啦，哦，那个或延续自然环境啦，或延续传统固有文化啦，啊，更是延续法门的法脉，也就是延续我们的慧命。所以不能让法脉断绝，也不能让慧命断层嘛。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饮呐，什么意思啊？就是佛海无垠呐，法海无边呐。我们只要懂得取一瓢而饮，就能解渴啦。然而，如果只是站在河边细数流水三千而不取饮呐，那就只好渴死在河边了啊。
这是比喻佛法浩瀚如海，还是要从第一步开始做起，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佛法好比是大海，我们如果要亲近它，就要从海边下水啊。刚开始是什么？脚浸在水边就好，要慢慢的水淹到膝盖啊，再深入走下去，最后整个人都浸润在佛海当中啊。这个也可以用来比喻啊。这个社会或全世界穷人这么多，苦的人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么多，救也救不完，帮也帮不完，那要怎么去救苦救难呢？其实这就好像稻米成熟要收割嘛，面积也是这么宽广，要怎么收割呢？绝对不会说稻田太广了而不去收割嘛，是吗？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还是要从我们身边去做起啊，就从我们身边的稻米开始收割起。这是强调要把握近在眼前的因缘，而从自己本身跟身边做起，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正言上人的一步八脚印，一步八脚印叫做四大八法嘛。这个八脚印也是从最初的一脚印的慈善之业开始做起的最后才一步六脚印，然后变成现在的一步八脚印嘛。万丈高楼平地起事情要成功也是取决于一个决心，学习佛法更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很谦虚的学习，很精进的学习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莫将佛法当人情，莫做最后断种人，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各位同修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